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抱歉，陈先生，您不能进去，被服务员拦在门口。我心中一沉，皱紧了眉头。今天本是公司为年前重点项目举办的庆功宴，而我作为项目组的销冠，此刻却被拒之门外。哟，这不是陈凡吗？都被开除了，还有脸来参加项目的庆功宴啊！身后，徐峰穿着一身精心熨烫的黑色西装，身后跟着几个同事朝我走来，对上徐峰那戏谑的眼神，我不由攥紧了拳头。我就是被徐峰给挤走的，他大专都没毕业，就靠着自己二叔的关系混进了项目里实习。对于这种职场关系户，我向来不感冒，可就因为我没站对线妹，往后的半年里，徐峰没少给我穿小鞋。他业绩没达标，成了我自私自利，不懂得奉献和互帮互助。他数据统计错了，成了我没有责任心，工作不上心。为了项目上线后的年终奖，我咬着牙都忍了下来。结果好不容易熬到年后，就因为没给徐峰发拜年红包，我就因为没有团队感被公司辞退。至于我岗位和奖金，全都给了徐峰这个实习生。对于这种狗仗人势的东西，我自然没给什么好脸色，没好气道：我为项目付出了这么多，难道不应该来吗？还是说，你觉得你靠着你二叔就能在公司呼风唤雨了？徐峰脸色一绿，恼羞成怒道：陈凡，你嘴巴放干净点，我能有今天，那都是我自己的努力，你少在这儿给我扣帽子。可我听着徐峰那义正辞严的解释，不禁笑出了声。努力整整大半年，徐峰就没加过一次班。我为了项目赶工，天天熬夜到晚上11、2点。徐峰他一到点就跑进顾组长的办公室里喝酒打游戏，时不时还能听到他骂街喷队友的声音。他要是努力，那村里的老母猪都会上树。我直言道：是，你清高，你了不起，那麻烦下次你在你二叔办公室里打游戏声音就别外放了啊！徐峰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气得握紧了拳头。眼看气氛有些尴尬，跟徐峰关系不错的同事赶忙打起了圆场，指着徐峰手腕上的手表转移起了话题：徐哥，你这新换的表可以啊，价格不便宜吧？徐峰顿时投去一个赞赏的目光，故意将手表朝我晃了晃，得意道：哎，没什么，也就是公司看我努力，给我发的年终奖而已。我冷笑道：你的年终奖，你二叔还真舍得啊，为了给你凑这块大金表，没少私吞组里其他人的奖金吧？周围的气氛顿时冷了不少，无数双眼睛直勾勾地看向了徐峰，一个个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却不敢表现出来。毕竟按照徐峰的这段时间的糟糕表现，别说是年终奖了，没开除他都说不过去，动动脚趾头也能猜到，这八成又是徐峰托他的组长叔叔搞的鬼。徐峰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咽了下口水，指着我辩解道：陈凡，你就是嫉妒我。再说了，你已经被开除了，公司怎么发年终奖关你什么事？今天是董事长自掏腰包订的5星级酒店，你以为你跟个哈巴狗一样跟着我们求情，我就能让你混进去蹭吃蹭喝了？蹭吃蹭喝！我顿时气笑了，反手掏出一张请帖，直接甩在徐峰的脸上。要不是你们董事长请我，你以为我想跟狗一桌？一时间，周围不少同事都议论纷纷，一脸不可置信地对我投来了视线。这请帖好像跟之前组长发的照片一样啊！难道陈凡跟咱们董事长有关系？完了，那徐峰惹了他，岂不是？听着周围同事的议论，
徐峰面色铁青，攥紧了拳头，死死地盯着我，脸都快憋爆炸了。半晌，徐峰像是想到了什么，冲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请帖，随即冷笑一声，直接撕成了两半。陈凡，你不会是丢了工作，受不了打击的疯了吧？还陈董邀请你，拿个假货忽悠谁呢？你以为你是谁？手里认识几个客户，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你也不动动脑子想想，就连我二叔都没收到，你一个破销售有什么资格？一旁同事却小心翼翼地提醒道：徐哥，万一这东西是真的。可还不等同事说完，徐峰便转过头，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吓得周围别的同事赶忙闭上了嘴，不再发表看法。毕竟徐峰的靠山是项目组组长顾明，对方在业内的名气也不小，一旦得罪了他，虽然不至于被封杀，但也没几家公司会不给顾明这个面子。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求职只会雪上加霜，不然就凭徐峰一个连 PPT 都不会做的饭桶，怎么可能留在腾龙集团这样的全国500强里任职？而门口的骚乱很快便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吵什么吵？当这里是菜市场吗？公司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宴会厅内，顾明穿着一身西装，皱着眉头从里面赶了出来，只是扫了一眼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眼看自己二叔撑腰，徐峰底气更足，眉飞色舞地走到我面前，对我指手画脚起来：陈凡，识趣的就赶紧滚吧，省得在这儿丢人现眼。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斤斤计较，天天算计着那点钱？我就从没看过工资条，我每天哪怕什么都不做，就看顾组长怎么开会，听他讲什么，做什么，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你再看看自己，你被顾组长栽培了这么久，怎么就一点感恩都不懂？感恩？我听着徐峰的马屁，差点没笑出声来。抢了我的业绩，吞了我的奖金，占了我的岗位，感情我还得谢谢他。欺负老实人也得有个度吧。我刚要开口辩驳，顾明却清了清嗓子，走到我身旁，装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模样，拍了下徐峰的后背：小徐，怎么跟人家说话呢？再怎么说，人家在公司干了1年，也算是你的前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顿饭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说罢，顾明便转过身子，安慰般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小陈啊，放宽心，买卖不成仁义在，来都来了，那就一起吃顿饭吧。看着顾明这副态度，周围的同事纷纷瞪大了双眼，像是活见鬼一般，一脸的不可置信。毕竟顾明平日里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一言不合就臭骂一顿，扣掉你的绩效，还要让你写几千字报告反省自己的问题。徐峰先是一愣，随即像是明白了什么，立马在一旁竖起了大拇指：陈凡，听到了没有？还不赶快谢谢顾组长，这可是市里最豪华的5星级酒店，你一个月工资都不够来这搓一顿的。可我看着故作大度的顾明，不由皱紧了眉头。顾明在公司可是出了门的老狐狸，今天却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黄鼠狼给鸡拜年，指定没安什么好心。我冷冷地瞥了2人一眼，没多说什么，径直走进了宴会厅。果不其然，我刚进去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场并没有我的位置。眼看我停了下来，顾明还装模作样地叫来了徐峰：小徐啊，去叫服务员加把椅子，来了就都是客人，总不能让人家站着吧。身后徐峰却故意捏着嗓子大声道：哎呀，顾组长，恐怕不行啊，这里都是实名预定制的酒席，都是固定好的，加不了座位啊。这一嗓子
顿时吸引了整个宴会厅的注意，所有同事都直勾勾地看向了我。陈凡，他不是被开除了吗？怎么有脸来这里？这还看不出来吗？人家是来蹭饭的。见气氛有些尴尬，顾明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模样，懊恼般地拍了下大腿。小陈，是我疏忽了，这样吧，要不你挤一挤，就站在我和徐峰旁边吧。你们俩都是刚毕业的，正好多交流交流经验。说罢，徐峰便屁颠地从桌上拿来一副碗筷，笑眯眯掰下来一只钳子，混着菜汤递给了我。你就偷着乐吧，这可是波龙，一只顶你大半个月的奖金呢。今天陈董请客，你多吃点，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面对这赤裸裸的羞辱，在场的一众同事却视若无睹，纷纷装作没看到，低下头默默吃起了菜。毕竟没人会为了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开除的同事，去得罪自己的同事和上司。吃啊，陈凡，别客气嘛，大家都看着你，别让大伙扫兴嘛。徐峰笑得很开心，可欺负人欺负到这个地步，就算是泥捏的也忍不了。我看着他，冷笑着质问道：徐峰，说这么多，你肯定口渴了吧？被我这么一问，徐峰顿时懵了，还不等他反应过来，我冷笑一声，二话不说，直接夺过汤碗，走到徐峰的位置前，将海鲜汤倒扣在了徐峰的头上。这操作看得周围的同事纷纷目瞪口呆，小声议论起来。我靠，这陈凡真勇啊，连徐峰都敢惹。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家都被开除了，还怕什么？一时间，徐峰就像是急了眼的猴子，顿时没了之前的风度，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慌里慌张地将自己的外套脱了下来。陈凡，让你进来是看得起你，你别蹬鼻子上脸。我看着徐峰那气急败坏的模样，嘴角不由扬起一丝笑意。怎么，刚才不还说我们是兄弟吗？这就装不下去了？闻言，徐峰冷哼一声，面色冰冷道：陈凡，我劝你还是少耍嘴皮子。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才毕业没几年吧？一旦被腾龙集团被调拉黑，后果……听着徐峰赤裸裸的威胁，在场不少同事都纷纷低下了头。靠着自己在项目组里的权利，徐峰没少用这个威胁大家。毕竟销售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信誉，一旦被老东家拉黑，甚至故意在你的履历上添几笔黑料，很少会有下家敢要你。可还不等我对回去，顾明便站起身来，一把将徐峰拉开。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说了多少次了，人家小陈喝不了酒，你看你又急，快给人家小陈道歉。批判完徐峰，顾明便走到我身旁，拉着解释道：小陈啊，小徐他这个人比较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你放心，咱们公司肯定不会为难你的。小徐他这人就是嘴笨，不会说话，不打不相识嘛。我记得你好像认识的人不少，也给小徐介绍认识一下，正好也帮忙历练他。言至于此，我心中也终于有了判断，反手取出一个 U 盘，在他面前晃了晃，冷笑道：顾组长，你是说这个吗？U 盘里不是别的，正是我这些年积累下的客户资料。作为项目组里的销冠，我自然也有些人脉，正是这些客户人脉，才为之后项目上线后的成功打开了市场大门。看着我手里的 U 盘，顾明眼前顿时一亮，可还是强忍着激动的心，点头道：没错，你们两个人年纪相当，私底下可以多交流交流，哪怕以后不在一个公司了，也可以当朋友吗？闻言，我直接将 U 盘收了起来，冷笑道：告诉你，不可能。我看着脸色铁青的二人，
心中已然有了判断。徐峰并没有掌握我的客户资源，也正是因为这个，顾明才从始至终装出一副大度的模样，跟徐峰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演了这么一出戏。之前项目大爆，顾明急着让我给他的侄子徐峰让位，却疏忽了这最重要的一点：工作交接。如今眼看自己的目的被揭穿，顾明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不少，索性不装了，咬牙切齿地看向我：陈凡，你是在威胁我？这本来就是你离职交接工作的分内之事，快把客户资料给徐峰交接，不然我现在就通知法务起诉你。我看着顾明和徐峰那气急败坏的模样，心中不由一阵暗爽。不是关系户，只手遮天，呼风唤雨很牛吗？怎么现在不叫唤了？半晌，我看着二人，冷笑道：交接？你昨天不是已经让我签字滚蛋了吗？下一刻，顾明突然想到了什么，整个人面色铁青，额头的根根青筋暴起，像是憋足了气随时会爆炸的癞蛤蟆一般。就在昨天，顾明为了将属于我的那部分年终奖私吞，二话不说就将我开除，甚至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顾明连离职流程都是草草走完，便急着让徐峰坐上我的工位，生怕我闹事不答应。此刻，顾明只得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地向我问道：你打算要多少钱？我可却置若罔闻。不论顾明怎么追问，我只是坐在桌上自顾自地夹着菜，丝毫不予理会。顾明身为项目组的组长，本就心高气傲，要面子的很，现在当着这么多同事的面被我扫了面子，心里自然咽不下这口气。如果眼神能杀人，我估计早就被顾明给千刀万剐了。但我知道，不能主动开口要钱，万一对方事后说我敲诈勒索，那才是后患无穷。眼看我丝毫不给面子，顾明有些绷不住了，猛地拍了下桌子：陈凡，你别给脸不要脸，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身败名裂，这辈子你都找不到。可还不等顾明说完，门外酒店的值班经理和几个养眼的服务员便簇拥着一个白发老人走了进来，正是腾龙集团的董事长，也是我的亲爷爷。但因为意见不合，我们爷孙俩经常吵架。半年前，我更是直接从家里搬了出去，没再跟他联系。如今一看到我，爷爷便皱紧了眉头，脸色沉了下来。你怎么在这？还不等我开口，顾明便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随即话锋一转，指着我说道：陈凡，你平时在公司没大没小就算了，现在离职了还擅闯公司的饭局，冲撞了陈董，还不赶紧道歉？可还不等我开口，爷爷便捕捉到了顾明话里的关键点，皱着眉头问道：离职？这小子因为什么被开除了？眼看陈董如他所愿问起了我的事，顾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指着我骂道：陈董，您是不知道啊，这小子在公司天天不务正业，一到下班跑得比谁都快，不仅不对其组里的颗粒度消极怠工，还不服从管理，整天顶撞上司。要不是我和组里新来的徐峰力挽狂澜，咱们这个项目可就都被这小子给毁了。顾明语气激动，一副恨铁不成钢、痛心疾首的模样，越说越起劲。我不由吐槽道：我不务正业，组里谁不知道？每天数我来的最早，走得最晚。陈董眉头微皱，意味深长地看了顾明一眼，开口问道：你说的都是真的？眼看陈董有些怀疑，顾明赶忙激动地拍着胸脯解释道：陈董，我是什么样的人，您再清楚不过了，我哪敢骗您啊？您别看这小子长得老实巴交的，
他就是个有爹生没娘养的骗子，谁知道家里怎么教的？刚才他还伪造您的笔记，弄了份请帖，您可千万别被他给忽悠了。说罢，顾明得意地瞥了我一眼，将我的请帖作为证据递了上去，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可下一刻，陈董却将请帖直接砸到了顾明的脸上。谁给你的胆子，扔了我给我孙子的请帖？一时间，整个宴会厅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董事长的孙子，怪不得这么有恃无恐。陈凡这背景通天了吧？在场的同事无不倒吸一口凉气，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我。顾明的脸色更是像坐过山车一般变幻不定。没什么见识的徐峰更是在一旁惊愕地说不出话来，直勾勾地盯着我，身体止不住地发抖。这怎么可能？你是董事长的孙子。而我只是微微一笑，转身看向瞠目结舌的徐峰，面色平静道：你觉得我有骗你的必要吗？闻言，徐峰脸色顿时煞白一片，像是被抽干了血一般，急忙跑到顾明身旁，颤抖地问道：二叔，现在咋办啊？至于顾明，此刻攥紧了拳头，仍旧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看向了我爷爷。陈董，您就别开玩笑了，他就一个普通的毕业生销售，要真是您孙子，您直接安排到管理层不就行了？闻言，爷爷则是冷哼一声，颇为不爽地看向顾明：怎么，难道我要跟你一样，把自己的亲戚塞进公司，抢占别人的功劳，顶替别人的位置吗？爷爷声音不大，可在顾明听来却是如同五雷轰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为了安排自己的大侄子进公司，大搞职场关系户，结果没想到反倒把我这个董事长的亲孙子给踹了出去。这么劲爆的消息，顿时也吸引了宴会厅内所有同事的目光。一些手快的同事更是直接在网上查起了我的消息。我去，这上面有董事长一家外出的照片，这上面好像真是陈凡啊！活该，我早就看这俩人不顺眼了，以为自己拿捏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想到人家是董事长的亲孙子，这下可有好戏看喽！一时间，关于我是董事长孙子的消息顿时传遍了项目组大大小小的同事群里，铁证如山。顾明此刻紧紧握着那张被他撕碎的请帖，一个恍惚，差点整个人都摔倒在地上。眼看大家都在看自己的笑话，顾明咬了咬，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端起桌上的一杯白酒，便对着我陪笑道：陈凡啊，你有这身份，怎么不早说呀？刚才我可能话说的有点重，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也是怕你们年轻人刚毕业，心高气傲，这才故意想要磨练磨练你们。听着这蹩脚的解释，我赶忙抬手打断，冷笑道：别，顾大组长，我懒惰，我没教养，我没大没小，我就是个有爹生没娘养的小骗子，跟您那才华横溢的大侄子比，我可担待不起。眼看回旋镖打在了自己身上，顾明的脸顿时像是吃了苍蝇一般，支支吾吾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看着他这副窘态，顺势阴阳道：顾大组长，您不用解释了，我都懂，反正我也被开除了，我还是走吧。毕竟按徐峰说的，我这样的人怎么配跟你们一起上桌吃饭呢？眼看我起身就要离开，身后陈董那快要喷火的眼神，顾明顿时慌了。陈凡，你别走，误会，都是误会啊！可眼看我还是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顾明心一横，直接拉过来徐峰，当着我和爷爷的面，一巴掌便扇了上去。你个小兔崽子，谁让你欺负同事的？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来了公司要珍惜这次机会，
要与人为善，好好跟着人家陈凡学习技术。顾明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顿时惊呆了所有人，就连我都没有想到，顾明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能做到这个地步，甚至不惜当着所有人的面大义灭亲。不过这种狗咬狗的戏码好看，爱看，我不介意再多来点。面对顾明这番操作，本就没脑子的徐峰甚至都没反应过来，一手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顾明：“二叔，你打我干什么？我之前抢了别人的业绩，你都没说什么，现在你就为了陈凡一个外人欺负你的亲侄子。”眼看徐峰越说越激动，顾明想死的心都有了。这纯纯的猪队友啊！当着董事长的面，不仅不想办法洗脱自己的嫌疑，反倒还一哆嗦把自己的黑料抖了个干干净净。二叔，眼看爷爷脸色愈发阴沉，顾明都急得都快把牙咬碎了，气得他反手就又是一巴掌，直接将徐峰扇到了地上。徐峰，我说了多少次了，工作的时候称职务，少跟我这儿攀什么关系？我没有你这样的亲戚，公司是赚钱的地方，不是你家，谁让你打着我的名号作威作福的？徐峰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支支吾吾的就要开口解释。组长，之前不是你让我……还不等徐峰说完，顾明便又恶狠狠地瞪了徐峰一眼，胡说八道！你个不成器的东西，到现在还不说实话，欺上瞒下，为虎作伥，还不赶紧跟陈凡道歉？人家要是不原谅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公司了。一听自己好不容易到手的工作要没了，徐峰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赶忙跑到我面前，抓着我的胳膊，一个劲地低头道歉：“凡哥，之前是我有眼无珠，我不该把锅甩给你，更不应该抢你的功劳。这是年终奖，我一分都没花。凡哥，这本来就是属于你的，你收下吧。我真的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肯定跟着你好好干。求你给我留条生路吧，要不然我丢了工作，回去我爸会打死我的。”我看着眼前低声下气，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徐峰，心中却没有半分波澜。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知错呢？不过是这次踢到了铁板，不得不服软罢了。倘若不是我有背景，换做别的毕业生，徐峰又是否会给别人一条生路呢？想到这里，我暗暗拿定主意，意味深长地瞥了顾明一眼，冷笑道：“想留下可以，将功赎罪吗？”一听自己可以留下，徐峰顿时激动地点点头：“凡哥，只要不开除我，上刀山下火海，你让我做什么都行。”闻言，我则是微微一笑，开口道：“那你说说，你二叔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凡哥，这不好吧？徐峰语气颤抖，一副有苦说不出的既视感。可这副表情落在顾明眼里，他的脸色顿时绿了不少。徐峰这话几乎就是变相实锤了，他的确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那恶狠狠的眼神，恨不得立马将徐峰生吞活剥。可惜董事长就在一旁，顾明就算有天大的怨气，也不敢表现出来，只得装出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看向自己的大侄子徐峰：“徐峰，有什么情况你尽管说，我作为组长，本就应该对项目组的事情负责。董事长在这儿，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的答复。”顾明几乎是咬着牙说出的这句话，毕竟他身为项目组的组长，靠着自己的资历，没少在组里作威作福，恨不得每天都用下巴看人。如今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还要低三下四的跟我一个小辈服软，自然是有些难以接受，指甲都快掐进掌心里。可惜就凭徐峰的脑子，
哪里听得懂话里的意思？只见他眉头一挑，对着顾明露出一副惊叹的表情。二叔，你人还怪好嘞。徐峰转头看向我爷爷，直言不讳道：董事长，我二叔他其实挺好的，做人特讲诚信，族里面都知道。听到徐峰这么说，顾明顿时长出了一口气，看向徐峰的眼神都多了几分赞许的意味。可下一刻，顾明的笑容便彻底僵住，取而代之的则是深深的恐惧。我二叔收了钱准办事儿，之前他谈什么卫生纸的采购，说给他50%的回扣就帮忙谈拢。我二叔收了钱，第2天就办妥了。此话一出，四周顿时有不少同事骂了不少。靠！我就说怎么上个月的卫生纸怎么一擦就破，直接沾了我一手。还有组里的打印纸，糙的墨迹都散开了。客户还怪我没保存好文件。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咱们组里的桶装水位也不对啊！一时间，整个宴会厅内都是同事们议论的声音。自打顾明负责这个项目后，明明项目的业绩蒸蒸日上，可日常的福利待遇和办公用品确实越来越差。大家心里都有些猜测，但苦于没有证据，也不好乱说什么，生怕被顾明听到给穿小鞋。现在徐峰自报家门，大家这才将各种不满都爆发了出来。眼看项目组里怨声载道，爷爷的脸色也变了不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腾龙集团作为全国500强的企业，如今却出了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变故，爷爷自然不会置之不理。只见爷爷冷哼一声，看向顾明寒声道：顾大组长，我需要一个解释。顾明身子猛地一颤，紧张地咽了下口水，这才赶忙解释道：陈董，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徐峰他都是乱说的，他是为了报复我，才故意把这些脏水往我身上泼。陈董，我跟了您这么多年，您还不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吗？说罢，顾明又急忙扑到徐峰面前，抓着他的肩膀拼命摇晃，怒吼道：徐峰，我可是你二叔，是我给了你这个实习的机会，你到底收了别人什么好处，居然帮着外人陷害我？徐峰哪怕见过这样的阵仗，当即就被吓懵了，瘫坐在地上，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我却不以为然，直接将早就准备好的辞退合同扔到了桌上。省省力气吧，顾组长，你做了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看在你过去为公司付出的份上，现在签字离开，大家都体面一些。看着桌上的辞退合同，顾明先是一愣，随即一脸不可置信地盯着我。辞退我可是公司的元老陈凡，就算你是陈董的孙子，腾龙集团也不是你们陈家的一言堂，凡事都要讲证据，话可不能乱说。我不由冷笑一声，哪怕快要被辞退，顾明这个老狐狸不忘记给我和腾龙集团身上泼脏水。但我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想要证据可以，那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我冷哼一声，直接跟服务员要来电脑，将手中的 U 盘插了进去，连接了宴会厅的大荧幕。下一刻，在场的人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整个宴会厅内顿时回响起了顾明的声音：咱们这关系多熟啊，一句话的事，面试什么面试？回头我就安排你外甥来上班。闭嘴！你是组长还是我是组长？我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再多嘴，明天就去找人事结工资。王总啊，这可是我们腾龙集团内部项目的资料，50万，是不是有点？银幕上播放的正是顾明办公室里的录音，而这也是我隐姓埋名
来腾龙集团实习的原因，早在1年前，爷爷就告诉过我，集团内部存在蛀虫的问题。明明公司整体的报表都不错，可盈利反面却始终不尽如人意，甚至成本还在持续增加，进一步压缩利润。我便自告奋勇，利用毕业生实习的身份，打入了公司的内部，并且以送礼的名义，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顾明办公室内放置了一支录音笔，这才录下了顾明在职场大搞关系户和出卖公司机密的证据。王总，那不是咱们腾龙集团这几年的竞争对手吗？哦，怪不得咱们集团一出项目，对方立马就有对标的产品上线，原来是公司有内鬼，早就把项目机密透露出去了，这是违法的吧？顾明这下可完蛋喽！周围的同事此刻也没忘记吃瓜吐槽，听着周围人的议论，顾明更是气得抓耳挠腮，恨不得现在就找个地缝把脸埋进去算了。一番纠结下，顾明像是破罐子破摔一般，索性指着我破口大骂起来：你什么时候偷录的？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我要找律师起诉你。我冷笑道：比起这个，你还是关心下出卖公司机密给商业竞争对手，自己要进去待多少年吧。听到自己要进去待好几年，一向桀骜不驯的顾明此刻也慌了神，慌慌张张地冲上台，将电脑上的 U 盘拔下，似乎是为了毁灭证据，直接扔到了一旁的鱼缸里。没有证据，你凭什么抓我？可我看着顾明这幼稚的举动，却是不屑地摇摇头，随即晃了晃手机，轻笑道：你不会以为证据就那一份吧？只要你想，我可以再发给你一份，不过倒也正好，现在你又多了一条罪状，毁灭证据。顾明的脸色顿时惨白一片，像是被抽干了浑身的血一般，整个人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失神地盯着地板，瞳孔涣散。完了，全都全了。很快，我和爷爷报警后，相关部门立马赶到现场，将徐峰和顾明2人统统带走接受调查。目的达成后，我自然也不愿再留在这场庆功宴。身份曝光后，不少同事看我的眼神早已发生了变化，不少之前对我态度冷淡，甚至连我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同事，纷纷端起酒杯凑到我身旁，跟我各种寒暄，说什么也要敬我一杯。我跟爷爷交代了几句后，便匆匆离开了宴会厅，赶回了家里休息。我本以为在铲除了顾明这颗毒瘤后，这件事也就到此为止了。洗漱一番后，便疲惫地睡了过去。可第2天一大早，爷爷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语气焦急：小凡，快打开手机，你上新闻热搜了。我赶忙打开手机，可铺天盖地的热搜，看得我却是眉头紧皱。腾龙集团董事长孙子欺压打工人，如何面对职场关系户？警号陈凡。看着手机上的热搜，我不由眉头一皱。我这才知道，就在昨晚，顾明为了保住自己，掐头去尾地发布了一条视频，说我利用自己董事长孙子的身份，整日欺压他和徐峰，东窗事发。被他曝光后，就联合董事长一起将他开除，甚至还打算栽赃他，将他关进去，前途尽毁。网上现在最热的就是一段经过恶意剪辑的现场视频，画面经过剪辑，再配上徐峰那委屈巴巴的眼泪和煽动性的文案，我顿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利用权势仗势欺人，靠着关系肆意妄为的职场关系户。一时间，网上的舆论彻底一边倒，各种声音冲向了腾龙集团。不少网友更是激动地扒出了我的个人账号，在下面疯狂留言，
你爷爷是董事长了不起啊，人在做天在看，你就等着遭报应吧。气斗冷，我们打工人什么时候才能站起来？举报，必须举报！不是喜欢搞关系户吗？让他公司彻底完蛋！在网友大规模的正义制裁下，腾龙集团的股价一路下跌，就连公司的董事会都有不少股东向爷爷那边施压，让我赶紧出来赔偿道歉，平息事端，以免影响和别的公司的合作。我顿时感到一阵头大，明明对方才是关系户，在职场作威作福，如今反倒我成了人人喊打的那一个。这样造谣，一时半刻根本不可能说得清，即使是走法律程序，短期内公司也必定会受到影响。我正打算找律师咨询时，却有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哟，这不是凡哥吗？怎么听声音好像精神不是很好呀？看着态度嚣张，与昨天截然不同的徐峰，我不由攥紧了拳头，咬牙道：徐峰，你二叔指使你发的视频，对不对？造谣是要负责的，我劝你赶紧删了。电话那头，徐峰却一脸无所谓地摊了摊手，得意道：陈凡，我可是录着音呢，你最好放客气点。要不是你昨天诓我，我和我二叔怎么可能丢了工作，还被带去调查做笔录？说罢，电话那头又换成了顾明，直接给我发来一份电子保密协议。陈凡啊，现在网上怎么说的，你也都看到了，想要解决呢，也简单，赶紧去撤诉，顺便给我和徐峰500万离职补偿，不然就算我被关进去，我也要你们家吃不了兜着走。我眉头不由一皱，开口问道：那我要是不给呢？顾明却冷笑一声：你要是不给，就别怪我不客气。我就不信偌大的腾龙集团就查不出一点问题，到时候你损失的可就不止500万了。面对顾明的敲诈勒索，我深吸了一口气，冷哼一声，直接挂断了电话。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陷入自证的陷阱。舆情变成这样，不论我上传什么证据，都会被认为是伪造的，用来洗地。最好的方式就是等待，毕竟我早就向有关部门提交了顾明经济犯罪的证据，顾明被抓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他才是热锅上的蚂蚁，试图用谣言吓唬我，让我赶紧撤诉。想通这一点后，我直接将消息发给了公司的法务，在家忙起了手头的工作。果不其然，当晚顾明便坐不住了，焦急地给我打来了电话：陈凡，你考虑清楚了没有？你们公司的股价今天可都跌停了。你还不等顾明说完，我便直接挂断了电话。很快，顾明又重新打了过来：谁让你挂我电话的，臭小子，信不信我？我打了个哈欠，又挂断了电话。闹了这么几次，电话那头顾明的态度也终于软了不少，咬着牙说道：300万，给我300万总行了吧？我眉头一皱，抬手刚要挂断，顾明急忙喊道：行行行，100万，我就要100万，你现在就去撤诉，我立马就去网上道歉，说那些都是我恶意剪辑的视频，说你是清白的，这下总行了吧？再闹下去，对你和我都没有好处。我听着电话那头顾明气急败坏的声音，默默打开了免提，将手机交给了警方。徐峰脸色一绿，恼羞成怒道：我做你现在涉嫌恶意造谣，破坏公共秩序，请你立马来一趟。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沉默，显然顾明也没想到我居然直接找到了警方，全部公事公办。随即慌慌张张地挂断了电话。等警方上门时，只找到了还在呼呼大睡、做着报复梦的徐峰。我这才知道，顾明直接潜逃了。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第二天就在隔壁市的高铁站抓住了顾明。随着案件的调查公布，各种证据资料也被有心人发在网上，彻底引爆了整个网络。原本还义愤填膺要给打工人鸣不平的网友，顿时调转了方向，挖出了徐峰和顾明不少的黑料。原来顾明早就是个惯犯，靠着倒卖机密、挪用项目资金，游走于违法的边缘。如今东窗事发，还将不少人给拖下了水，家里人更是纷纷避之不及。据说顾明想让家里人送几件过冬的衣服，都打不通家里的电话。而经过这件事后，虽然项目组的风气好了不少，可我仍旧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公司。毕竟大家都知道了我的身份，相处起来难免会有些隔阂。你在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我也不想不顾明的后尘，成为公司第二个关系户。徐峰坐吃山空也不是我的性格，我选择了一个全新的领域，隐姓埋名，开始了我新的打工生涯。而这一次绝不会再有什么职场关系户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